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，今天我们来做牛骨汤。我在网上订了一箱牛骨头，这个是草饲的牛骨，你尽量选择品质比较好的牛骨头。这块骨头看起来很大，它是牛大腿骨的一头。把5块骨头全部放在烤盘上，一次就烤了，不需要预热烤箱，400华氏度带风扇烤，烤大概1个小时到1个小时15分钟。烤好了，骨头的表面有一点焦黄，拿出来1块炖汤，其他4块骨头呢密封冷冻保存。烤盘上烤出了很多牛油，倒入瓶子里保存起来。这是带有一点焦香味的牛油。烤盘上剩下的渣渣烤到焦黄的就保留下来，其他的就不要了。把骨头放入高压锅里，加入水，加到高压锅允许加水的最大量，放入调料。花椒是用来去腥的，小茴香的味道比较柔和，让汤的味道更加丰富。不要忘了烤盘上烤到焦黄的渣渣。这个地方你也可以不加调料，而是放入蔬菜、洋葱、胡萝卜和芹菜都可以。盖上锅盖，上气后转小火，压2个小时。2个小时之后，打开锅盖。骨头虽然没有焯水，汤上也不会出现浮沫，而是厚厚的一层油。先把油漂出来，倒入小锅里，不需要漂得很干净，差不多就行。然后把牛骨头捞出来。我这块牛骨头太大了，我会把骨头掰开，肉拆下来捣碎。如果你买来的骨头已经被切割成小块了，就不需要这一步。这个骨头已经在高压锅里头炖了2个小时，但是它的表面还是覆盖着一层胶质。我们把肉和骨头倒入锅中继续煮。小火继续压1个小时。1个小时之后，又出现了一层油，继续漂出来。然后把肉跟骨头一并捞出来。这个肉可以吃，但是它不好吃，特别是牛肉部分啊，比较硬也比较柴。锅里还会漂一层油啊，继续漂。这个时候呢，你漂出来的汤比油还多，就不要倒在小锅里了，装在另外一个容器里。放凉之后呢，再把油跟汤分开。油漂的差不多了，把汤倒入容器里。剩下呢，倒入饭盒里。稍微放凉一点后呢，放入冰箱冷藏。给你看看高压锅压了3个小时之后的牛骨头，颜色已经发白，表面很干净，它上面覆盖的那一层胶质已经完全溶解到汤里了。这个是冷藏后的牛骨汤，经过长时间的高压炖煮，牛关节骨上的胶原蛋白被分解成了明胶，所以牛骨头汤冷藏之后呢，跟果冻一样。不光是明胶，骨髓和矿物质也都释放到了汤里，它对健康特别有益。牛骨头提前烤到焦黄，炖出来的肉汤是带有一点红色的。解冻之后呢，它是晶莹透亮，特别好看。而且它解冻的效果特别好。这一杯的牛骨汤我是可以倒库出来的。牛骨汤可以单独喝，也可以用来作为汤底，比如煮面、炖菜等。
特别适合健身人群、轻断食者以及生酮饮食的爱好者。给你们看一下牛骨汤的保存方法。饭盒里的牛骨汤先切成小块，大小就是你一次用的分量，然后倒入密封袋里，封口，用手抖动一下把它分开，即便有一点连在一起呢也没有关系，然后放到冰箱冷冻保存。吃的时候呢，从里面拿一块就行。漂出来的牛油也已经结块，取出来，刀子轻轻一割，汤跟油就分离了。把油放到小锅里，小锅里面大部分是牛油，但是有很少一部分汤，不利于保存。打开火，让水分蒸发。温度到达100摄氏度以上呢，就可以关火了。把油装到瓶子里，牛油很香，用来烧菜非常好吃。你看，就这一块骨头，让我们收获了健康美味的牛骨汤，还有2小瓶牛油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